大家好啊，我是于超。今天我呢是想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调查到的这个监狱生活呀是什么样子。因为呢，就是我现在这个案子呀，有就像上次我说的似的，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呢，就是现在我就接受这个检察官方面呢提供的这个 offer。就是他们所谓的一个认罪协议。认罪协议呢，就是你认罪，然后呢，我不用这个大容量弹夹呢来起诉你。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不接受这个 offer。然后呢，就是他就不把这个大容量弹夹这个罪名给去掉了，然后用3个罪名起诉我。那么到了更高级的法院呢，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如何，但是问题在现在就是说，如果我认罪呢，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公民身份呢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明慧网呢，在此前的他的文章中啊，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说呢，要把这个反对法轮功的人呢给赶出美国。我呢申请政治庇护呢，是因为当年呢在国内，因为这个反抗中共暴政，把中共啊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消息，就是通过外国记者呢让全世界知道。我申请政治庇护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呢现在呢这个法轮功方面呢，对于他们这个群体内所迫害的这些人呢，都是都是努力的说他们这些人有中共特务背景，或者呢说他们在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撒谎什么的哈。所以我猜呢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正在思考这件事儿。我可能还会去找一些移民律师去问一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如果呢就是我认罪了，那么实际上今天我就已经在监狱里边了。但是呢，就是说检察官方面呢，又把就是认罪的这个时限呢往后拉了，就是几个礼拜。然后呢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我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对我的美国公民身份有没有影响，所以他就给我往后拉了几个礼拜，不到1个月。然后呢我呢就去检查，就是说我所在的这个地方，他监狱里边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是这样：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呢一天能吃3顿饭。呢看看啊，3餐呢就是比较基本的营养，但是健康的。早餐是什么呢？麦片、烤面包、咖啡，还有水果。午餐呢可能是意大利面、沙拉、面包和牛奶。晚餐呢可能是这个砂锅鸡肉，它是砂锅鸡肉还是什么鸡肉，反正是鸡肉、米饭、蔬菜、甜点和这个牛奶。我一看，我说一天吃3顿，晚上还能吃鸡，我说这不是赶上抗日时期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的生活了吗？那时候延安窑洞里边，毛主席一天都要吃1只鸡。那么这个不是因为毛主席想吃鸡，而是中央一定要让毛主席吃鸡，因为这毛主席这个日理万机嘛，很辛苦，为全国人民的福祉啊操碎了心，所以呢中央要求主席啊一天吃1只鸡。当然我能不能吃到1只鸡呢？我不知道，但是它会有鸡肉、米饭、蔬菜、甜点和牛奶。如果真像他所说的这样呢，就是我觉得比我在中国要吃的好多了。那早上6点起床以后干嘛呢？就是我就要参加分配给我的工作项目，可能啊是在厨房工作，可能是在洗衣房工作，或者某种生产工作，或者呢可能是去上学。有的呢就是参加这个强制治疗计划。然后
对了，早上起来先点名，午饭以后呢再继续点名，晚上呢就是可以在牢房或者是休息室度过。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会有这个晚餐供应，然后我还会去洗个澡。那再次点名呢，那么就会熄灯。然后呢，虽然在牢房里边，但是有足够的光线供我这个阅读呢，或者写信。这儿说呢，大多数囚犯都欢迎熄灯，并且尽量多睡觉，尽量多睡觉。然后这个上面说，大多数人一想到监狱就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倒是算是吃过9年半牢饭的人吧，其实加起来9年8个月23天牢饭的人。然后呢，这是吃什么？然后呢，着装呢，这就必须穿着就是监狱的那种连体服或者工作服，是橘红色的连体服或者工作服。那么中国的像劳教所呀，都是赭色的，你知道吗？这是从皇帝以下，皇帝人文出祖，皇帝以下，这个罪犯就在这衣赭色，就是2000年，当时我以前的这个家人被关在女监的时候啊，我和家里人去看他，然后就路过就是劳教所，当时他是关在监狱，我路过劳教所的时候，看见里边的人呢就排队，就是衣赭。后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5000年中国这个犯人一直都是衣赭哈，但是我在就是北京监管局管辖的位于天津的这个前进监狱的时候呢，穿的却是深蓝色的、土蓝色的那种监狱的制服。然后呢，监狱里还有小卖部。小卖部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洗漱用品、零食和书写用品。然后呢，任何违规行为呢，你就去不了小卖部了。然后你在里边呢，也可以看病。看病呢，就是说你需要可能是交这个象征性的5美元。然后监狱里的医生的时薪呢，是19美分到40美分。我觉得这个监狱就充分的实现了这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叫 UBI 是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一个简称。监狱里有点类似那个无条件基本收入。这儿有位观众说于玲玲哈，说以留在美国不进监狱为主，是我刚才说就是美国身份是一个考量。因为我觉得这个法轮功现在这个我师父宇宙主佛呀，以及他的爪牙呀，行为做事已经像一个就是这个有组织犯罪集团了，我觉得是。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在这儿做这些事情啊，他们可以做，但是就像我在监狱里经常跟以前监狱的犯人说。我说，当一个石头攥在你手里的时候啊，你所能决定的是什么呢？你扔还是不扔？你一旦把石头扔出去，这个石头飞行的曲线就是你左右不了的了。然后对方能不能砸到对方，你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捡起这石头来，反过来砸你，你也不知道。然后这儿有一位说很多人给我寄钱哈，其实是要愿意给我捐钱啊，就是给我的YouTube 捐点钱，奖赏我做的内容就行。监狱里账户每月最多只能存入290美元，290美元只能存入290美元。然后呢不让你多存。然后呢在监狱里边呢，就是你可以服用这个药物。因为现在我呢，就是正在服用叫做rosuvastatin， 就是一种他汀类药物，来抑制LDL 过高的。而现在我这 LDL 高到就是说，我觉得有生命危险的这个程度了，可能都已经。所以呢，我看到他这个就是首次入狱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你吃什么药物。然后呢，监狱的护士和医生呢就会来检测你，就会来检查你是不是需要这种药物。
然后呢，那个我住那个地方啊，我不是我住那地方，我有可能进去那监狱呢，一共有288个那个就是监舍，288个监舍呢，那个他能关500人左右，关500人左右。但是现在在那个监狱里边关押的人呢，小于288，所以我没准还能混个单间儿。所以呢，基本上我就是有单间儿，1天3顿饭。而且晚上还能吃鸡，这就使得我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就是说冲动，就是说不要再拦着我，不要拉住我，有这种冲动。然后呢，但是监狱里边呢也会有帮派，那个帮派是监狱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说最好避免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只能带来麻烦。然后呢，就是监狱里边你可以打电话，你打电话只能使用监狱所批准的这个预付费的电话卡。然后呢，在监狱里打电话呢，你会比这个家里打电话贵得多，会贵得多。然后呢，我在监狱里是可以收那个邮件的，收信的。收信它倒就是不限制你怎么收信，但是你所有的信件呢，就必须通过那个USPS， 因为美国比如有 UPS， 对不对 ？UPS 就是那个联邦快递，还有那个 DHL， 然后你只能使用美国政府服务 USPS 来寄信，而且你不能寄包裹，寄什么都不行，只能寄信，软的信封也不行。然后呢，那个有金属也不行。然后呢，所有的邮件都会被打开阅读，如果认为不合适呢，邮件会被退回。所以我不知道你要用中文给我写信的话，他们看懂看不懂？如果看不懂，他们没准退回了，也不知道，这我都不清楚了。所以呢，就是今天我节目就是6点点名，1天3顿，这给我印象很深。而且那个最后一顿还能吃鸡，那个然后探视呢是这个，就是说，在我所在那个监狱啊，你只能登记5个，就是说你预先登记好的，我允许这些人来探视我。当然，这个5个可以变化，但是总额只有5个人可以来看你。然后呢，那个这5个人呢，他可以就是来看你的人呢，就是可以最多是2个成人加2个未成年人。最多是2成人加2个未成年人，而这些人必须在那个5个人的名单上面。然后你可以被那个探望的那个频率呢，是1周最多3次，一次最多1小时，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拍卖这个探望名额呀？因为我知道很多这个主佛弟子啊，对于我这个同修其实是非常那个惋惜和愤怒的吧。我觉得他们如果能看到我穿着囚服，而且用主佛的这个话语来斥骂我呢，我觉得这对他们的这个修行可能是一个提升。我猜想是，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拍卖这个探视名额。然后呢，就是说我想到2个地方可以拍卖，一个是这个探视名额可以拍卖，一个呢是你斥骂我的这个时间是可以拍卖。那个你可以看望我1个小时，假如咱们时间说好了，你呢，就是说，你可以购买，按分钟购买，因为那里边有一个规定，就是我只要一站起来，不论任何理由啊，我只要屁股一离开座位，这个探视马上就算结束，因为他的要求是你2个人必须始终坐着，都不能离开凳子，只要你离开凳子，警察马上结束。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看着那个墙上的时间，你买了多少分钟，我就让你斥骂多少分钟。然后呢，这样的话呢，那个可以看看时间能不能卖得出去。当然，主佛自己也可以来斥骂啊，我也欢迎主佛来。但是主佛如果来的话，我可能会收一些额外的费用。那个看看啊，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汇报的？电话和小卖部全都是和你的纪律相关的。如果你不守纪律的话呢，那么你就那什么。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比我所经历的那个监狱生活要好多了。这个比我所经历的监狱生活好多了。
那个尤其它这个菜谱啊，就是挺吸引我的。但是我觉得蛋白质少了一些，淀粉多了一些，我感觉是这样的。还有没有啊？哦，对，还有个假释，不是假释，就是最后释放。最后释放呢，它就是说，它会一般在早上9点到12点之间释放你。然后呢，那个现在呢，就是说我如果这个进了监狱啊，其实我比较那个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的猫的问题，你知道吗？我的猫的问题。那个我这2只猫其实都已经快成了，不是快，就是实际上已经是我这个家庭成员了。这2个猫其实特别像小孩儿，玩的时候呢去外边疯玩，然后它在外边就表现得很警惕，然后就看你的眼神，就你是谁呀你，就这种眼神。但是呢，它一回到家呢，就需要立刻确认这个家里的温暖嘛，就使劲的必须你得摸它，那个葫芦它才行。反正它就非常像小孩，所以我就希望在就是我附近的这样的，就是如果我有听众的话吧，比如说在马萨诸塞州或者在纽约州的这个上州附近吧，那个如果能找到那个就是替我照管这2只猫的人呢，就是那个我就会比较感谢。现在如果大家有能照顾我的猫的人的话，可以给我发那个电子邮件，报出来看看是吧？行。这俩猫正在趴在外边那个地毯上，因为他们想听我说话，他们听我说话，他们就心里就比较安心。这个白肚皮的叫王维，这个虎斑的叫李白，李白很亲人。这王维有他自己亲人的方式，他就是你只要晚上一睡觉，他就要蹦上床，然后就要旋不到你脑袋那儿去仔细的看着你。你看像不像抱俩娃娃？这俩猫给我很多安慰，这俩猫。哎呦，这和这猫相处的好的一个那个什么呀，那个诀窍啊，就是我不太理他们，你知道吗？就是他爱干嘛干嘛，你愿意玩你就玩，你是愿意找我你就来找我，你来找我就葫芦你。那个我也表现的像个猫，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俩就把我当成那个，我怀疑当成个猫爸爸那种感觉似的，反正是老跑我这儿来找安慰来，然后让我葫芦他们。行，那今天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然后就是我有很大可能这个入狱，然后入狱的话呢，我得解决我这猫的问题，然后呢那个这儿有一说我在狱内结交更多真正的勇士啊，广结善缘。这个广结善缘是的确是我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你看我那个就是做了很多自己就是在监狱里怎么和别人斗那个视频吧，监狱经历。其实我有一个事儿，其实我是心里的一个隐隐的一个遗憾，就是从那个我抗争这个暴政开始啊，实际上就是说，在我见过很多很残暴的人，就是他们对我也做过很多残暴的事儿。实际上那个我在现在法轮功里边，现在在网上长篇的就是所谓护法，但是满嘴污言秽语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很残暴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因为练了法轮功或者自称是法轮功修炼者，会那个就是比别人好，就是比他所看不起的所谓常人好到哪儿去。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如那个常人的一般水平，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就可以看得到。尤其是在我帖子下边，有些人就开始不停的骂，或者有些人进入一种就是情志上存在障碍的那个状态吧，就是讲话。然后呢，我在那个就是一路从监狱走来吧，其实是有一些那个警察呀、武警啊，还有那些刑事犯人呐，他们都对我挺有好感的。其实，但是当时我冲撞太甚，所以呢，就是说我一味的冲撞，
使得他们的这个好感也没有着落，你知道吗？所以呢，当时我没有接住他们的那些好感，我就觉得这次如果是进了监狱的话吧，我就不会用那种这个那么冲撞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因为我说实在，我心里也没有当时的那个愤激和愤怒，那个就是，所以如果我是进监狱的话，我会尽可能的把我这个人生活到现在的一些心得，再继续在监狱内再活出来，我是这么想的。对，监狱里失去了人身自由，然后呢，那个出狱以后呢，那个工作和什么医疗保险什么也都没有，反正是这个就是人生就重新一个 reset， 就是大重置。那个现在这有观众问我，如果坐牢要坐多久嘛？就是说，如果现在我答应他的那个认罪协议的话呢，就是我就会坐18个月。然后如果不答应认罪协议的话呢，他判我多久，我就不知道。那个我节目就先做到这儿，我不知道我还要说什么。我以前就是说，如果我要死了的话，我可能会直播死亡。其实我自认为现在就在这个直播某种形式的死亡。那个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其实出了重大问题了，就是我如果真的入狱啊，法轮功其实是难以就是解释这些问题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往未来看5年，就5年。师傅呢是1951年生人，那么现在已经73岁了，往未来再看5年是78岁，那时候师傅是78岁。然后现在在台面上成天就是侃侃而谈世界形势啊，中国什么习近平、蔡奇，从早期的江泽民、江湖斗，一直说到什么胡温，又说到什么习礼，什么一直说到现在的这些人，那个他们那时候也都是，那时候我就57岁了，他们都是60岁上下的人了，你知道吧？或者跟我差不多，就是奔着60走了。我就想，你都快60了。谁还听你那儿天天说这些这个时政的那个八卦呀？我就说，所以然后呢，法轮功的这个年轻一代啊，你也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像当年我们这批人27岁在清华，又有那个就是灵性上的追求，又有才干，你看不到这样的人。在法轮功中那个得手的那些所谓的那些什么李云祥这样，都是怎么说呢？就是盗用他人的这个人生故事来换取自己的一些名利的这些人，所以整个弄得是一塌糊涂。就是说，老人吧，就凭着这个顽梗啊，顽呐是顽抗的顽，梗是那个梗阻的梗，像就这些老人凭着顽梗啊。还已经走向末路，然后呢，年轻的这些人呢，他呢又因为长久的被这些老人作为这个韭菜和工具使用啊，他也没有在品格啊，还有这个修养啊，还有才能啊各方面，他都没有涵养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那么一个现状，而外界对法轮功的这个质疑啊。我认为会比我于超所曾经提出的质疑严厉和难听得多，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是觉得那个未来法轮功群体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预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从利益角度讲，纯粹从利益角度讲，假如你是一个现在已经觉得，哎呀，我也早就是觉得早就觉得法轮功里面不太对头了，于超现在说出来了，那么你如果现在不说，你等到5年之后，你知道吗？你就是会被作为这整个群体的那种外界对整个群体的这个眼光，怎么看这个群体就会怎么看你。那么你越早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这个经历，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赞同，比如说你到我的节目上来谈出你的想法。
那么实际上你越给自己挣来了这种，就是说这个回转的这个空间，别人就对你的责备就不会太大。当然你可以考虑那个就是可以说啊，我现在上你的节目，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有麻烦什么的。我觉得那你就需要比较你想象中的这个麻烦和刚才我想象中的那个场景中，你长久的在你人生后半段，你都在躲躲闪闪的说啊，我以前练过法轮功什么的，然后就很为难的说这个话，哪个更容易一些？我是在想问这个，哪个更容易一些？反正我于超从头到尾都没有就是说这个为自己修炼法轮功那个感到怎么说呢？感到羞惭吧？我没有感到羞惭，因为我是尽可能的按照我最能知道的最对的方式去做了。那个，我不太害怕，真的，因为我觉得整个那个人生就跟一个大监狱差不多。你可以看一看你四周，你可以看一看你四周的那些人，真正的能听懂你说话的人，你扳着手指头数一数有几个？大部分是跟你吃喝玩乐的，都咱们去那个哪儿去什么那个，哎，你怎么还不出来呀什么的，哪儿又有好吃的啦什么，大部分是吃喝玩乐。10年之内，你周围的这些人，我觉得都换一个过儿，换不了那些过儿了。就是10年之内，你身边换不了的人，有很大可能是让你特别头疼的，你知道吗？你确实想离开他，你就离不开的。这就是佛教中讲那个怨憎会，爱别离。就是你怨憎的却长久的在一起，相爱的人却轻易别离，这样的。主佛很清楚后继无人，所以现在这个方伟和那个张天亮，他们俩又要就是说管别人要钱，说你们1个月给我们500万美元，我们就把这个防火墙推倒。我就说。我可以管方伟叫方倒墙，然后方倒墙啊，然后管张天亮的张扁康，还挺押韵，方倒墙张扁康，这得押得上韵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那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哎呀，让人心里轻蔑的一个笑话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为这事儿感到高兴，我是为他们难受，我真的为他们难受。包括那个文昭，你赶紧看一看文昭最近那个帖子，哎呀，我的天哪！还有人让我评价他那个帖子，就是说他说什么王志安，他没有点名说王志安是什么，是这个低端吧，反正是吃不开，他自己吃得开，而王志安吃不开什么的。哎，我就不想评论了，因为我曾经评论过文昭啊，是针对这个他对事实的这个论述，他说我说的是假的，这个事儿呢，在事实层面我愿意和他争辩。你说在这个看法层面，他就觉得自己吃得开，觉得王志安吃不开，我就不忍心评论了，真的，我也就不想评论了。那个这个 BW974-2，这个巴赫的这个什么曲啊，那个也来了，找到律师了，但是律师那个能不能就是说按照我想要的这个辩护，我就不知道了。说起这个来有意思，这儿有一位很显然是基督徒的人呢，他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诗篇，这个应该大卫写的诗篇，你知道吗？就在你想我是2002年去前进监狱的，我们那个楼叫9分监区，然后呢一个分监区就是一个楼里边，不是，我说错了，就是一个楼里边有4个分监区，它有4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分监区。我们那儿有这么几个楼，然后呢，我们经常要出去工作。我们这个9分监区出去以后，往那边走，再走过一个这个监管住的那个楼，就是一个宣传牌子。那个牌子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中东打扮的那个
牧羊人拿着一个拐着弯的一个杖，然后那上面写的字儿呢，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注意，这是共产党的监狱啊，这是中共的监狱，在那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牌子。开始，因为那时候我读圣经读的不多，只是稍有涉猎，就是2002年的时候。后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是不是圣经里的话呀？后来我的记忆恢复了，我就想起来，我说绝对这就是诗篇里的话。当时我就特别奇怪，我说基督的这个形象，他怎么可能？当然我就是先入为主的认为那个人就是基督形象了，你知道吗？当然那个也许描述的是大卫的形象，因为他拿着那个，就是说他是诗篇中的一个人嘛，他在向往上帝嘛。我不管是基督的形象还是什么的形象，我说这不是基督教的东西吗？基督教的东西怎么跑监狱里边来了？共产党怎么会容许基督教进监狱呢？我就特别奇怪。但是这个事儿呢，是一个事实。当时跟我蹲过监狱的人，什么王维宇啊，什么这些人，你们都可以去问他，他们都见过那个牌子。而且那里边不是只有这一个牌子，另外几处还有几个类似的牌子，他们是这种基督教的这种宣传画，你知道吗？这个事儿给我印象特别深。那个，当然也给我挺大安慰的。其实那个当时就仅这2句话就给我挺大安慰的。行了，我不知道还要说什么了。那个大家如果有希望我说什么的，可以在这儿那个对话这里边留言。要是没有要说什么的，我就结束今天的今天的节目。我其实比较那个担心的呀，还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这些人，他们那个就是现在就是说，就是不去看外边发生了什么，就是啊，于超的事我不知道什么的，他们选择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会有后果的。我为他们这个而担心，其实是。这儿有人说那个能不能在里边录个播客之类的，这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来看我的人，那个能不能那个什么，能不能用手机拍下来，然后呢那个如果可能的话，看看能不能放上网吧。那时候大家就可以看我穿美国球服的那个样子了。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可怕。我只是，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发怵，因为我这个发怵主要是对于这整个人生的那个转折会发生什么，我不是很清楚。那我的节目先做到这儿，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里边上不了网，里边不让你上网，里边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教育方面的能上网，但是你自己的邮件什么的估计不让你上那个。